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一部，从台南来的 W124的2301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那这个分油盘，它其实主要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插压阀这插压阀是严重漏油的，那它也要把这个插压阀换掉。那大哥呢，一样接上它原来这个的插压阀。那我们来做一个它的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颗分油盘它到底是除了插压阀漏油以外，它的出油量，也就是说它分油盘的堵塞状况。因为 W124的车子到现在已经超过30岁，同一年代30岁的奥迪、Volvo、BMW 其实都已经报废了，几乎都报废了。那今天为什么30年的车子都面临必须要报废舍不得报废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那个年代的车子，30多年的车子也没有 turbo，钢体的部分很多都是铸铁的，铸铁的钢体它有个优点。不容易热变形，缺点就是比较重，跟现在的车子用 turbo 小排气量，用 turbo 大马力降低，为了降低环保，因为环保的因素降低它的碳排量，是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今天呢，30年以上的车子为什么都面临报废的这个命运？其实车主都是舍不得报废的，因为车子。如果是这些高端的车子，相信车主很多都是一手车主，他年轻打拼的整个回忆都在车子上面，所以说他面临报废这也是很舍不得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原因就是供油系统堵塞，就是油箱是个污染源，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堵塞了，就像楼上的水塔。30年的水塔，如果说，我们天天在用水，10年也要清洗一次，否则会有臭水味。那今天如果这部车子经过30多年下来，如果不频繁使用，尤其是后半段，车子因为有状况不好开，我们就少开。少开的时候就没有加汽油，没有加汽油，就油箱里面沉淀物就产生了汽油的胶质。挥发掉以后留下来的胶质，还有油箱的铁锈，造成污染，把供油系统污染了。这个才是真正30年以上的车子面临报废的真正的原因。
那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这个分油盘的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这个分油盘的堵塞状况。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92244。OK， 大哥打开电源，然后我们来看看它上游式的压力大概在5.46。下游式是5.05哦，压力差大概在4.1哦，0.41左右哦，这个符合标准。那它的出油量应该是要在正确，在大哥记的上面应该在170ml左右。好，大哥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说，这个分油盘它的1分钟全油门，也就是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好，那是不是达到要求？那在大哥记的上面，它应该是在170ml左右。那如果说供油不足，堵塞一般来讲就是供油不足。那供油不足有2个状况。一个可能就是全面4缸供油不足，那这个就是带油道堵塞，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每一缸的出油量高低不齐，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怠速不稳定。怠速不稳定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可能我们调整之后呢，那又会可能有1-2缸堵塞比较严重，然后就会 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我们来看看，哇，大哥，这根棒子是175ml。我们看第一缸只有130，第二缸140，第五缸145，第四缸150。那跟大哥要求的基本上面175差别太大了，所以这个分油盘很明显就是带油道堵塞啊。大哥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必须要把分油盘拆开整修清洗啊。一般来讲，它像这个状况，它膜片没有破。如果膜片破的话，它压力差等于0，因为打穿了，那就有1缸不会出油。至于说膜片要不要更换，其实，以大哥的建议是不需要更换。为什么？因为更换又要花一笔钱。第二个，今天如果我们在正常使用如果不是停牌的车子，也就是说不是多年不用，那里面的膜片就干裂，会造成破损。其实这笔钱大哥不建议更换膜片，因为这膜片真的是太耐用了。OK， 那就等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编号92244，从高雄来，从台南保养厂来的W124230的4缸分油盘，编号92244，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这个分油盘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也就是车子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在大哥记载上面应该在170左右。那大哥这根棒子是175，应该在这根棒子下面一点点的地方。那它这个分油盘因为30多年使用，油箱污染把我们的分油盘堵塞了，带油道堵塞。那第一缸的出油量大概在130，第二缸在140。第五、第三、第四大概在150左右，大概在150左右。那大哥整修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达到我们要求的170的出油量。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如果我们现在测试的是1分钟全油门的出油量，也就是行进当中的出油量。那如果以这颗分油盘，这 W1242301的4缸的这个分油盘，它全面4缸全面性都供油不足，那这车子呢可能很难发动。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车子跑起来会软弱无力尤其在爬坡呢，可能会更明显这个现象是比较普遍碰到的带油道堵塞。那我们整修好之后呢，理论上，因为这个车子会非常好跑，会感觉上跟新车的马力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常开，就会加汽油。油箱就有循环，就不容易堵塞。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68，第二缸170，第三缸168，第四缸172。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台南保养厂来的 W1242301的4缸分油盘，编号92244，完修后的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主要在测试这个分油盘它的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出油量是越平均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92244，从台南来的 W1242301的完修后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200，第二缸205，第三缸200，第四缸19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这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那这个分油盘回到台南之后呢，因为它的超压阀已经漏油很严重所以这超压阀大哥已经拆下来，会随着这个分油盘附送过去。那今天这个分油盘回到车上之后呢，维修师傅只要调整的就是怠速混合比了。因为行进当中的出油量，系统出油量大概已经调校完成了那这个怠速混合比的调整螺丝是什么样状况当然我教学片上面也说得很清楚，但是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然后跟这个保养厂的师傅再提醒一下。原则上我们用的是3 mm 的内六角螺丝螺丝起子，然后呢调整的时候稍微往下压一点稍微往下压一点，才会感觉到碰到这个螺丝，但是又不能太用力，引擎在运转当中，如果你太用力的话，你会压到这个侧流板，它就会熄火。那我们就要轻轻，大概感觉上
我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那个高度了哈，然后你不感觉到碰到螺丝之后呢，首要条件，怠速马达一定要先拔掉。那引擎在运转当中，那如果逆时钟就是减油，顺时钟是加油。那今天我们要调到引擎转速最高点的位置，最高点的位置，那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怠速混合比。今天呢，大概调整会是以45度为单位将这个降90度，40度为单位，不管转进去45度还是退出来都45度，然后停顿看它引擎转速的表现。当然转进去是加油，退出来是减油。今天如果我们以45度为一个单位，就停一下，看它的引擎的转速的改变。如果说我觉得这一点是转速最高点怠速马达要拔掉记得。然后这个时候呢，冷气当然也关掉这样才不会太吵。否则辅助风扇在转动很吵，我们在感觉转速的时候就比较不方便。那今天假设我认为这一点已经是转速最高点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确认呢？第一个，大哥一定会退油45度，如果转速掉下来 OK， 那刚刚这点是很好的。那如果说我们再转进去45度，转速更高，那这一点更好。然后呢，再转45度，再加油，转速没有改变，那刚刚那点是好的。那如果说我们再确认一次，在这种情况之下，好，这一点是最高点，我来减油45度，转速有降下来，那这样不好，这一点是最好的。然后呢，再转进去，转速没改变，再转进去，转速又掉下来了。那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点是最好的那一点。调整完成以后，再把怠速马达插回去。但是怠速马达插回去的时候可能会熄火，那没关系，我们引擎重新发动把怠速马达插回去这个就代表怠速混合比调校完成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